人挡路，让开！车上可是那台政令使宋庆宝，知道是大人的车驾，还敢挡路？我有话要问他。名字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他们。名字我都记下了，回去告诉他们，还有什么心愿遗言，赶紧去办。到时候我会去取他们的命。好，放我下来！你认不认罪？我乃金明主帅，陛下亲封的骠骑将军，你谁敢动我？你认不认？我认罪。魏县梁皇渎职案是梁文锦那个狗贼指使我这么干的。我知道陆大人是个好官，他是为了救百姓才使用的非常之法，可我没得选啊！是梁文景那个老匹夫逼我的。有罪，当诛！这里距离西河大营还有多远啊？不足100里，咱们连夜赶路，明早就到。等到了西河大营，大人您就彻底安全了。哎呀，我的安危是不打紧的，只是梁大人让大营的军士住到城里面去啊。可是他不懂啊，这根本就没用，西河大营都没有。啊！难不成大人惹上了仙门众人？那些仙门众人一向闭门不出，只知道在山上苦修，你怎么惹上他们的？大约6日之前，我奉命回京城述职，路上被一女修掳走。他说是我们联手冤死了他的夫君陆怀。糟了，他说的不会是新仙子吧？我听说过魏县的案子，人人都说陆怀与梁商同流合污，骂他是贪官奸佞，但我却觉得做官要有菩萨心肠，雷霆手腕也必不可少。苔藓种子开不出花，陆怀若真是一心贪污，又怎会让魏县百姓落个好下场？大侠说的有理呀，但倘若如此，那修者理应在魏县杀个痛快，又怎会杀上京去？你刚才口中的他们，指的又是何人？大人，喝酒可以助兴，但压不住愧疚。你若是再饮，可就要醉了。大约半年前，魏县下了一场大雨，用地9县尽数被毁，人人都以为这是一场天灾，可其实它却是一场人祸。贪污？是，他们把石头换成了稻草，糊上泥巴，砌在了堤坝之上。一旦遇上了这样的大雨，便什么也挡不住了。魏县周围的9个县城，所有的堤坝尽数垮塌，无数的良田被毁，真的是可恨，可恨的。这帮狗官
现在将所有的罪名都推到了当初驻军在堤坝附近的陆怀头上。这也是没办法，地下的百姓讨要说法，上面的权贵要控制民心、稳定局面，总得找一个人出来承担这些罪责。而陆怀没有听从命令，为了吸引粮商运粮，没有第一时间出手控制粮价。你说，若是你会选择那些假意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官员，还是会选择一个失掉民心、触尽风头的陆怀呢？我都不选。我会如同那个修者一般，杀上京去。将陆怀押入大牢。陆大人，请吧。修者如何杀得了他们？做不到就不去做了吗？遇到不平就要管，哪怕拼得头破血流，哪怕我这小都迈不进京城的门槛，但只要我做了，就势必会有人看见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说这100人之中再出一个我这般的人，他便能闯到朝堂上去；再出一人，他就能闯到皇帝面前去。我便不信，这份天大的冤屈，如何就能碾入尘土？如何就不得平反？侠士大义，我不如你。是啊，我当初被绑之时，心中也有怨愤；共处那4人之时，心中也觉惶恐。可是今日听了侠士这一番话，我心中便觉安定了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冤害他人之人，必定不得好死。他说他之前去京城为陆怀申冤，所告之状，皆石沉大海。名字对不对？然后呢？然后我被快马加鞭地赶回了京城，将此事上报朝廷。可是根本就没有人相信我，他们不会相信一个修者会管凡尘俗事，而且他们更不相信，在京城中严密的守卫之下，会有人能取掉官员的首级。直到那一夜，赵大人在府上举办寿辰夜宴，前来道贺的官员众多，可就在刚刚酒过3巡之时，突然闪过一道罡气，赵大人的脑袋就没了。只见罡气不见人，是那修者动的手。这才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不到1个时辰，城北也传来一个消息：周大人在层层禁卫军的保护之下，被人一剑封喉。来者何人？北衙禁军校尉李晃奉圣命而来，敢问教中可是周大人？大人，是北衙禁军。大人，周大人，杀得痛快！相比凌迟，一刀毙命算是便宜他了。名单上的人按照顺序依次死去。排在第3位的陈大人也开始心慌起来，他连圣旨都来不及请，就在护卫的护送之下，躲到了城外的金明大营里去。有罪，当诛！庙堂无道，自有3尺清风匡扶正义。你身为官员，有冤不诉，有案不翻，不配与我饮酒。